入葬7天的我猛然睁开眼，竟撞上一群狐仙在拜斗休灭。于是我直接从棺材里坐起来。你都凉透好几天了，怎么又活了过来？我脑子转得飞快，张嘴就扯淡。阎王爷眼花，抓错了人，又给我踢回来了。其实我乃是借尸还魂，上辈子修道100年，最终栽在魔考上，还在地府打了50年工，这才换来个重新活一次的机会。可这副身子太烂了，气血将死，阳火全灭，再不弄点阳气，天一亮我就得变僵尸。我赶紧卖惨。狐仙大爷，行行好，借团命火救急，不然见光即死啊！没命火就是个鬼，但这玩意儿连着阳寿，咱俩物种都不一样，不借不借。那就借钱，我拿命火抵押给你。不对，是你借给我火，我给你钱。这宝贝给你，换你一点火怎样？这钱可是在阴阳两界走过一遭，是沾了大姻缘的。这黄石果然识货，眼珠子一转，嗅到了机缘的味道，鬼鬼祟祟的凑过来收了钱。行吧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一缕命火落在头顶，身子瞬间回暖，虽说还有点漏风，但好歹能喘气了。我趁热打铁，等我缓过来，绝对摆一桌全鸡宴孝敬您。黄石拿了钱，虽然有点晕乎，但一听吃鸡，好说，可这一缕火不顶用啊，你也没个后续法子，回头还得死，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这还阳的法子还得落在他身上。我立马装孙子，这不还有您吗？好人做到底，您教教我呗。妙，那你算是问对壶了。也就是我心善，这就叫你一手拜斗赔命。不过就活了你，可别忘了我的鸡。这道家秘术，野狐狸竟然也会，我心里直犯嘀咕，嘴上却抹了蜜。多谢狐仙传法，别说鸡猪，我都给您供上。天快亮了，明晚再帮你做法去晦气。你先跟我走。黄石瞅了瞅天色，我恭恭敬敬行礼道谢，心里掐指一算，这黄石虽贪财，但不害命，跟着他确实有活路。他把我领到路边一个破得像茅厕的野庙里。你先在这窝着，我在周围撒泡尿里结界，白天千万别出去，也别乱吃东西。我现在直冒虚汗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哪有什么胃口？黄石怕我挂了，坏了因果，急忙问：还有钱没？再给你整点货。真没了。我硬撑着盘腿坐好，把阳气死死锁在体内。冒您的，我有法子挺到明晚。黄石见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便转身从角落里扒拉出一床破被子往我身上一盖，这才匆匆回了洞。阿北是被僵尸拧掉脑袋喝血了。在那咒谁呢？那是个人，地府放回来的。我借了火给他赚功德。亏了亏了，万一他死了咋办？他答应要是成了，给咱们10指烧鸡当谢礼。没事了，这人是个大善人啊。哇，10只鸡够咱吃到过年了。满脑子就知道吃，赶紧去办正事去。去找7盏今年的新油灯，7只碗，五谷杂粮个来一点，再弄一把香。记住得拿钱去买。谁敢偷鸡摸狗，坏了道行，就像那只被狗咬死的蠢货一样。别怪我不客气。众狐一哄而散，黄石又许了一身谷子，贿赂了制成了精的麻雀赤羽，让他在天上帮忙盯着些风吹草动。而此时的我正趁着这个空档，摆出还阳卧的姿势，掌心贴着脚心，死死守住最后一口气。既然重新活这一世，绝不能再窝囊死掉。这荒郊野岭既然有狐仙，说明此地有灵。可这副身体亏空的太厉害，没个3、5年根本养不回来，光靠自己苦修太慢了，得找个护道的帮手。眼前这只老杂毛虽然贪财，但心眼不坏，是个可造之才，不如干脆收编了他，按撒满教的路数立个堂口，烧些野仙替我办事。时间在煎熬中流逝，转眼到了黄昏逢魔时刻，那借来的命火早已摇摇欲坠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胃里像是被人拧着转。好在狐狸们办事麻利，叼来了满是油垢的旧灯盏和破碗。黄石化作老太太，抬手一挥，7碗米豆就满满当当摆在我面前。黄石见我像具死尸，有些慌了神。还活着没？可别晕过去，这事还得你自己。死不了，有气就行。待会儿我扶着你拜北斗7星，我说一句你念一句，心一定要诚。这可是跟天上的司命星君抢命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夜幕落下，野庙里灯火忽明忽暗，黄石让小崽子们把杂草压低，好让星光透进来。7星阵摆好，香火点了起来。我闻到那生米的味，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，差点就想伸手抓一把生吞下去。这是鬼性未除，还在贪食。黄石抬头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，咬了咬牙，看不见星星也得拜，云遮不住星光。他扶着我，嘴里发出尖细的吟唱，如婴儿啼笑般。弟子诚心朝元，恭敬北斗，祈求护命，私增11800功德。我跟着叩首，刚一拜下去，四周阴风骤起，无数黑影如潮水涌向破庙，耳边全是凄厉的鬼哭狼嚎。这身子是我的，我是谢无咎，把身体还给我。这是借尸还魂引来的反噬，方圆几10里的孤魂野鬼都闻着味来了，谁都想抢这个复生的机会。黄石脸色大变，
显然没料到动静会这么大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现在停下来谁都别想活。他硬着头皮继续诵咒，拼命想把场子压住。墙角的香烧得飞快，眨眼间就发黑发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精气。护法的小狐狸惨叫一声，四腿一蹬，直挺挺的倒下去，没了动静。紧接着庙门口的2根蜡烛扑的灭了，一股阴气破门而入，寒气扑面，是个半丈高的吊死鬼。他一进门庙内，便四处都结起了霜。那吊死鬼脸色惨青，脖子上勒着麻绳，死鱼眼直勾勾盯着正在做法的我和黄石。下一秒，一道虚幻的麻绳就套在了黄石的脖子上，但这黄石反应也是极快，嗖的一跃避开，紧接着猛地调转方向，不再去拜北斗星君，而是直挺挺的朝我拜了下来。此刻的我盘膝而坐，跟前摆着3碗插了香的生米，看着跟一尊神像似的。黄石这一拜，直接把自己的一大团命火都给了我。这一瞬间，我脑子轰然一响，竟感应到了前世弟子供奉的谢氏宫庙金身。前世我虽修道失败，但死后肉身被贴金供奉，受了50年香火。此刻借着北斗七星的跨界感应，那尊金身的神力竟横渡阴阳，护住了我这具残躯。金光炸开，整个破庙亮如白昼。那吊死鬼被这股纯正的道家金光一烫，嘶吼着退了出去。我不敢分心，借着这股劲，一口气把最后的咒语给念了出来。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3灾厄，既度诸恶难，超出苦受生。刹那间，乌云散尽，七星高悬，一事大成，阴气散尽，命火重燃，一股久违的暖流涌遍全身，僵硬的血脉重新活了过来，心脏咚咚的跳着，一下比一下有力。这声音简直是世间最美妙的乐章。庙外那吊死鬼见大势去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化作黑影散去。但我知道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我睁开眼，看见黄石瘫软在地上，他为了救我以命度命，50年道行折损了个大半，连人形都撑不住，直接现了原形。其他几只狐狸围上来冲我龇牙咧嘴，显然觉得我把他家老东西给坑惨了。别急，我有办法。我按住那几只炸毛的狐狸，借着刚才感应到的精神法力，手指一点，一道金光直直射入黄石眉心。这点金光里裹着前世修成的还丹法力和香火神念，偏香极高。黄石眉心瞬间冒出一撮橘红色的毛，不仅亏损的道行全补了回来，还因祸得福，道行暴涨至80年。黄石猛地醒来，先是愣了一瞬，随即手舞足蹈，嘴里发出嘤嘤的怪叫。其他3只狐狸阿甲、阿乙、阿丙也跟着欢呼起来，在满庙乱窜。片刻后，黄石重新化作那个矮小老太，整了整衣裳，对着我毕恭毕敬地掰了下去。小狐，多谢大仙点化。他刚才得了我的法力，灵智又开1层，知道我来头不小。别叫大仙，我只是觉醒了前世记忆，你救我一命，这点回报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还没请教尊姓大名。哪有什么名字，大家都叫我黄石，这几个小的叫阿甲、阿乙。这名字太随意了，以后我给你们取个正经的。好。先把那只鸡牵着，我有正事问你。黄石一听有正事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一脚拆开旁边看热闹的阿姨，领着他们齐齐整整行了个礼。他凑上前压着嗓子说：您这具身体的原主是个秀才家的公子，家里有100亩良田，前些日子突然发疯，睡了7天就没了。后来来了个道士，非要把棺材埋到乱葬岗。乱葬岗的鬼说，那道士半夜还来开过棺材，看了一眼才走。大仙，这道士绝对有问题。我心里一沉，刚才还魂时那个骂我是域外天魔的声音，8成就是原主的魂魄。看来原主是中了离魂术，那道士10有8九是幕后黑手。这个隐患不解决，他迟早找上门来。但我刚还阳虚的路都走不动，得先找个地方养伤。我先回家再说。天亮了，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，虽然虚弱的随时可能晕过去，但这种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黄石给我弄了碗小米粥，我勉强喝了几口，反胃的厉害，但肚子里总算有了点热气。歇了一会儿，黄石化作老太婆，扶着我往谢家走。路过的村民见了我，一个个跟见了鬼似的，尖叫着四散奔逃。谢家大宅里早就乱成一锅粥，仆人连滚带爬的冲进灵堂。老爷不好了，少爷他诈尸了！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拿这种事开玩笑！老爷，少爷回来索命了！谢老爷和谢夫人对视一眼，又惊又怒。谁敢欺负我谢家绝户？谢夫人却一把薅住丈夫的胳膊，眼眶泛红。我也是真的呢。两人搀扶着冲出门，一眼看见站在门口的我，谢老爷指着我，声音都劈了。谢夫人白眼一翻，差点当场晕过去。你是个什么妖孽？为什么还要折腾我儿子的尸身？黄石抢先一步挡在我身前，对着围观的乡亲们扯开嗓子吆喝：各位乡亲，听老婆子我说，鞠躬道话。今儿一早我去地里干活，路过乱葬岗，那是吓得腿都软了。本来想赶紧走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吊足了众人的胃口。旁边有人等不及了，扯着嗓子喊：你这老太婆快说呀！黄石嘿嘿一笑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往下讲。原来是这位谢公子在呼天喊地。老身听着是人的声音，又是大白天，哪有鬼赶出来，就往里走了几步，果然看见一口棺材，里头有人在喊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老身敲开棺材板一看，嘿，
正是谢公子。皇室这一嗓子把周围乡亲们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可我扫了一圈那些村民的眼神，分明是想拿锄头把我这诈尸的怪物给拍死。我那便宜老爹谢老爷吓得直打哆嗦，话都堵在嗓子眼里出不来。倒是谢夫人猛地扑上，一把掀开我脖子后面的头发，死死盯着那颗黑痣，当场尖叫着哭出来。你看这只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咱儿子。谢老爷这才敢凑上来，又惊又喜。你真活了！公子这是受了惊吓，一时没回过神，赶紧请个大夫来看看吧。皇室被周围人的阳气灼烧，怕狐狸尾巴藏不住，便转身就跑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谢老爷也顾不上去追那老太婆，连忙招呼下人放了一挂鞭炮驱邪，又拿来镇宅的八卦镜，在我身上照了一通，见也没照出什么妖魔鬼怪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让人拆了灵堂，把我的牌位拿去烧了。镇上的庸医白大夫被请来的时候，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。7天前就是他断定我谈气萌心，必死无疑。他哆哆嗦贴按住我的脉，脸色变了又变，这脉象虽细若游丝，但确实是火烧脉。看来公子之前是假死闭气，如今饿过头了，赶紧喂点米汤，切记不能燃荤腥。只要能救活我这独苗，什么都依你。我躺在床上装傻充愣，心里却门清，这大夫就是个半吊子。不过调养的路子倒也没错。接下来3天，我靠着米汤吊命，顺便对这个世界有了大致了解。如今是大宁王朝景泰3年，历史在秦朝之后就拐了弯，朝代全换了。虽然说也有诸子百家，但跟我知道的那个世界已经对不上号了。这具身体的主人名叫谢无咎，年方16，是个神童秀才，家里有100亩良田，算是地主豪绅。最要紧的是，我这便宜老爹考了一辈子举人没中，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连名字都取个无咎字，要有文运道运，盼着我能进士及第。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原主身子骨硬朗，突然发疯暴毙，死后立马来了个道士，不光不要钱，还非得让谢老爷把我埋到乱葬岗，说是为了风水。据皇室打听，那道士在我下葬当晚还偷偷来乱葬岗开棺验尸，这分明是中了离魂术。那道士根本不是好人，他是想用我这肉身养杀，或者是把魂魄抽走炼法。得亏我借尸还魂，占了这具身体，不然这谢家早晚得绝户。正盘算着怎么对付那妖道，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白白胖胖的书生。表哥，你可算活了，我想死你了！我一脸懵逼地看向谢夫人，盛胖子却痛心疾首地拍着大腿。咱俩同床10年，你要是忘了我，以后考试谁借我抄啊？我嘴角一抽的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盛长路见我没吭声，便神神秘秘地从袖子里摸出个木盒。大哥，这是我从我爹那儿偷来的30年野山参，给你补补身子。这盛胖子能处，他抹了把鼻涕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大哥你真去，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地府啥样？鬼吓人。我看着他那求知若渴的小眼神，故意压着嗓子说：其实鬼跟人差不多，人啥样鬼就啥样。旁边的谢夫人听不下去了：阿弥陀佛，快住嘴，可不敢胡说八道。我冲盛长路挤挤眼，哎呀，我这闷得慌。嘿嘿嘿，跟兄弟说2句玩笑话。姐姐们，伯母，我们男孩子说话，您在旁边听着多羞人啊。谢夫人到底还是出了门去，叹了口气。这儿子还魂之后，不光忘了些事，还跟这个家隔了一层厚障壁，有些习惯细节都对不上号了。要不是身上的胎记，小时候摔的疤都对得上，我真要以为换了个人。那空棺材，谢老爷也亲自验过，确实是空的。事情一桩桩，一件件都能对上。可那道士跟人间蒸发了似的，怎么都找不着。谢夫人心里不踏实，又是去庙里还愿，又是求了道开光符，再在我枕头底下，生怕我是哪个妖魔鬼怪夺舍了他的宝贝儿子。屋里盛长路趴在床边，下巴搁在胳膊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好大哥，快跟我说说地府到底是啥样？地府的事以后再说。长路，我问你，你信这个世上有神仙吗？是啊，孔圣人都信鬼神，朝廷年年祭祀。我相信神仙肯定有的，就是离咱们太远了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能死而复生？盛长路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呼吸都急促了。你是说？我淡淡一笑，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仙人扶我顶，皆发寿长生。这盛胖子虽然看起来憨憨傻傻的，一张圆脸却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面相里带着实打实的富贵气，正是收来当小弟的最佳人选。修学讲究才履法地，我现在一穷二白，正好借他的财运来补我的道行。他对我元神是言听计从，稍微点拨一下就能让他死心塌地。果然，盛长路听到这句话，吓得3魂丢了7魄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这也太好忽悠了吧！居然半点怀疑都没有，我哭笑不得。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像修仙的吗？太像了，气质都不一样了，简直跟画上的神仙没两样。既然你有心，我便送你一场机缘。明晚你在家准备10纸烧鸡，摆在院子里，然后进屋睡觉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偷看，家里有狗一定要拴好。第2天要是鸡没了，这事就算成了。盛长路一脸懵逼，10纸烧鸡就能换仙缘，这么简单，不用韭菜光烧鸡。别的别问，别开玩笑了。要是背了酒，那帮狐狸喝醉了，现出原形，
都得把你全家吓死。盛长路虽然疑惑，但还是老老实实记下。为了巩固这胖子的向道之心，我又给他讲了地狱里的因果报应，听得他冷汗直流，发誓要跟着我修仙脱离苦海。临走前，我决定给他露一手，彻底镇住他。我故作高深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说个事，你去验一验。去路上你会捡到一笔钱，刚好购买那食之鸡，但这钱是穷人的救命钱，你要在原地等半个时辰，把钱还给施主。这叫积阴德。盛胖子点头如捣蒜，满脸兴奋。哎，大哥放心，我不差这点钱。打发走了盛长路，我装作疲惫的样子躺下休息。盛长路刚出门，就撞见了在外面偷听的谢夫人。她装作若无其事的行礼：“伯母，我先回去了，也好让同学们知道大哥没事了。”谢夫人有些尴尬，客套道：“山餐太贵重了，你还是带回去吧。”伯母这是看不起我大哥的情谊，这餐我就留这儿了。谢夫人叹了口气，把这实诚孩子送到了门口。盛长路爬上早已等候的家丁铁山的背，大喊一声：“走起！”背着盛胖子稳稳当当的走。你说人死了还能活吗？不能。铁山回答的干脆利落。那要是偏活过来了呢？那就是没死。盛长路气得直拍大腿。哼，跟你这木头说不通算了。等一下，停车！铁山把他放下。盛长路捡起路边的一个蓝布荷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铜钱和碎银子。神了，真神了！他仔细数了数，正好购买食之鸡的钱。铁山憨憨的笑：“少爷运气真好，走路都能捡钱。那是你家少爷，我有人指点，有高人指点。咱们在这儿等等，丢钱的人肯定急死了。”两人在路边等了一会儿，果然看见一个老太婆带着个满身泥灰的小孩，哭丧着脸沿路寻找。盛长路吹了声口哨，举起荷包：“这是你们的不？”老太婆一看，扑通一声跪下就磕头：“好心的老爷呀，那是孩子他爹做苦力赚的命钱啊！要是丢了，我们娘俩只能上吊了。”大娘，你别磕我，让那小孩给我磕。老太婆千恩万谢，拉着孙子给盛长路磕头。盛长路也不含糊，让铁山掏出一串铜钱塞给小孩。老太婆又要磕头谢恩，似乎遇到了活菩萨。盛长路爬上铁山的背，一挥手走着，留下一老一小在原地千恩万谢。铁山，你说我是不是好人？少爷当然是好人。哈哈，老子就是个好人。盛长路大笑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谢大哥真遇到神仙了，连谁丢钱都算这么准，这哪里是凡人手段，分明是奇人呢。这种本事，就算不是仙人，也算奇人了。就这么回到了家中，盛长路立即到自家厨房找了孙嬷嬷。孙妈妈，去买10只鸡回来，全杀了烤着吃。孙嬷嬷吓了一跳，但这混世魔王发了话，谁敢不听？一阵鸡飞狗跳后，10只老母鸡下了锅。这边盛长路在忙活，那边的我也没闲着。我通过那只赤羽，时刻盯着那窝狐狸的动向。这赤羽是为了贪图我的一把谷子，成了我的眼线。那窝狐狸为了晚上的大餐，正在做准备。阿贝，那书生不会骗我们吧？几只狐狸一边嘀咕，一边拿出死人骨头顶在头上幻化人形。阿甲变成个挺着大肚子的黄疸鬼童，阿乙成了个一脸淫相的赖头嫖客，阿炳则是个缩头缩脑的驼背老汉。黄氏嫌弃地看着这群歪瓜裂枣，带着他们去附近的迪垢泉洗刷，又涂了特制的香膏，这才勉强盖住了那一身骚气。夜半子时，阴风乍起，盛长路按照我的吩咐，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。院子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咱们4个10只鸡怎么分啊？你1只，我1只。盛长路好奇心作祟，实在没忍住，悄悄凑到窗户缝往外看。这一看，差点没把他魂吓飞。月光下，4个人正抓着烧鸡狂啃，眼睛冒着悠悠绿光，屁股后面还露出了毛茸茸的尾巴。黄氏幻化的老太婆似乎感应到了目光，脑袋诡异的180度转到了背后，那双绿眼睛死死盯住窗缝后的盛长路。盛长路吓得腿一软，四肢着地爬回床上。吃了鸡可别吃我！院子里狐狸们吃得满嘴流油，开始把余下的打包带给小的们。那阿姨一边啃一边感慨：做人真难，还不如学阿贵去城里青楼卖身。听说只要躺着就能赚钱，还能采阳补阴。闭嘴！那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早晚被人打死。咱们现在跟了谢大仙，那是正道。几只狐狸被训得不敢吭声，连吃带拿，把剩下的鸡全塞进嘴里存着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直到天亮，憋了一晚上尿的盛长路才敢推门出来。这间院子里一片狼藉，桌上全是油污爪印，地上还落着几根狐狸毛，这分明不是人吃人喝的样子。虽说乡野之间多有鬼魅妖精的传说，可这还是他第一次真切的遇见。盛长路心里虽然发毛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既然有妖怪，那谢大哥说的神仙肯定也是真的。他昨晚虽然没见着神仙，但那几只啃鸡的狐狸可是真真切切的。而且谢大哥能使唤狐妖，这本事还不够牛逼吗？盛家的仆人可就惨了，尤其是孙嬷嬷，半夜听着院里的动静，吓得魂不附体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哆哆嗦嗦地劝盛长路：少爷那东西不干净，以后可别往家里招了。孙妈妈，昨晚的事拦在肚子里，谁也别说，回头少你200钱。那4只狐妖也心满意足地回了窝，把剩下的鸡骨头分给了小的们。清晨赤羽飞到歪脖子树上，趾高气扬地喊：出来接旨！黄石现在学乖了，赶紧迎出来。上师有何贵干？今晚去谢家上仙，要给你们司明。赤羽说完又补充道：上仙还让你们去查查，历代的和尚道士还真有点真本事。黄石一听赐名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有了正经名字，咱们也是有编制的正规军啦。我躺在床上，一边喝着晚秋喂的肉粥，一边盘算着，我现在阴盛阳衰，魂魄太强，肉身太弱，必须得好好补补。大夫不敢下猛药，我却敢。我让人把盛长路送的人参切片，每天含一片在舌下，靠津液慢慢化开，再配合少食多餐的肉粥养汤，身体恢复速度快了不少。晚秋惊讶地看着我开的药膳单子，少爷什么时候懂医术了？我没解释，只是让他照做。喝完粥，我在院子里撒了把谷子，贿赂那只赤羽，继续给我当眼线，然后回房拿起原主读过的经义，研究这个世界的文字和思想。没过多久，晚秋推门进来，少爷，盛公子来了。我放下书，让他进来。话音刚落，盛长路就滑跪到床前，两眼放光。大哥神了，我昨天真捡到钱了。我笑了笑，示意晚秋关门出去。盛长路立马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大哥，昨晚那几只吃鸡的，是不是狐仙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是我让他们去，我想把你介绍给他们，那就是大哥说的仙缘。盛长路既兴奋又害怕。大哥，我怕妖怪啊！怕啥？难道我会害你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我这辈子注定成仙，但劫难重重，需要有人护导，你愿不愿意？盛长路一听，立马举手发誓，愿意。我盛长路这辈子就跟着大哥混，大哥的刀指哪儿，我就砍哪边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傻小子太实诚了。我正色道：既然你愿意，我就传你真本事。我算到最近我有劫难，必须借你的力。我打算让你开立狐仙堂，把那窝狐狸请回加工。我打算传你萨满教的出马仙法，让你当狐仙的地马。这法门虽然有点伤精气，但我会设下规矩，不让狐狸随意上身，尽量减少副作用。这法子能让你不用修炼就借来狐仙的法力，但也得付出点代价，损耗些精气神。你还愿意吗？嘿，不用练功就能有法力，还能减肥。嘿，这买卖划算啊！大哥，你快叫我！我他妈这脑回路也是绝了。于是我把口诀和布置堂口的规矩细细教给他。你回家找个僻静屋子，供奉谢氏功法主页和那几只狐仙的牌位，每月初1、15要用机遇供奉。此屋平常不可开，也不可叫人进入其中，只有你自己可以进入。我细细嘱咐道：这狐狸也不白吃你家的，他们消息灵通，你可以用来经商，但当赚了些钱，就要拿出一部分来做好事做功德。这是给你积累，也是给这些狐仙积德。这窝狐狸里只有一个和你八字相合，但他一个就能管住其他3个。狐狸不仅要吃，还得教化。你有空就给他们讲讲蒙学。盛长路一听要教书，脸都垮了。大哥，我自己大字都不识几个。我板起脸吓唬他，不叫化通人性，万一哪天兽性大发，把你全家吃了怎么办？你得把他们当孩子养，养熟了才肯为你卖命。还有啊，喂食的时候要自己亲手喂，让他们闻着你的气味。还有，你要多和他们说说话，让他们熟悉你的声音。安排好一切，中午刘盛长路和铁山吃了顿斋饭。午后我回房小憩，迷迷糊糊竟做了个噩梦，梦里阴风阵阵，门窗乱响。我起身关门一回头，却见房梁上吊着一个人，正是我的丫鬟晚秋。晚秋披头散发，舌头伸得老长，死鱼眼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冷汗直冒，前世修成小周天后就没做过梦，如今这一梦必有预兆。我立刻拿出铜钱占卜，连抛6次，得了个剥卦，群阴剥阳，大凶之兆。我是那个刚还阳的阳，那群阴自然是找上门来的脏东西。那个吊死鬼不仅找到了我，还找了帮手。我冷笑一声，想动我的人没门。我立刻叫来晚秋，剪了他一缕头，又要了生辰八字。晚秋羞得满脸通红，以为我要干什么坏事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我用纸条卷起头发，画符念咒，接着吩咐盛长路去买只3年以上的老母鸡活的。盛胖子二话不说，出门就买了一只6、7斤的芦花鸡回来。我把符纸塞进鸡肚子里，递给晚秋，这几天把它绑在你床头，性命攸关，一定要照做。晚秋吓得脸色发白，连连点头。我又看了看父母和府中下人，虽然都有些晦气，但好在没有死结。看来那鬼东西是挑软柿子捏，抢先害了晚秋。我又让盛长路和晚秋帮忙搬动院子里的摆设，布置了个简易的风水阵，最后在门口烧了一道隔邪符。做完这些，我不禁沉思，这鬼是怎么进来的？宅有宅神，非请勿入，除非是有内鬼带路。我想到了原主的魂魄，如果是原主带着吊死鬼进来，那就说得通了。这事必须解决。原主的魂魄要是成了气候，变成守尸鬼甚至尸妖，那我这肉身迟早保不住。想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原主练成我的本命神将，就像萨天师收复亡灵关一样，大家互相成就，总比让他变成恶鬼强。第二天，我让人把全府上下打扫了一遍，调整风水格局，聚集生气。晚饭时，因为我要喝鸡粥补身子，谢父也就顺势开了荤，还拉着盛长路喝酒。盛胖子挺回来事，把谢老爷哄得开怀大笑，自己灌了7、8杯，还顺带打消了谢父对我还阳的最后一丝疑虑。饭后，父母回房歇息，嘱咐我们早点睡。2位长辈离场，我便和盛胖子到了前堂庭院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盛胖子则站在月下，又打发了晚秋和其他仆从婆子们。仆人们如蒙大赦，一哄而散。屋里只剩下我和盛长路。烛光下，这盛胖子的眼睛亮得像2个大灯泡。我给他讲了半个时辰的修炼法门，听得他抓耳挠腮，恨不得立马飞升。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我掐指一算去开门，客人到了。头顶传来啾啾的鸟叫，是那只爱听墙角的赤羽。这货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情报能力一流，而且还贪吃。昨晚羡慕狐狸吃鸡，今晚非得来蹭点好处。盛长路打开门时，
时，只见一个黑衣老太带着一个大头娃娃，一个瘸腿汉子和一个驼背老翁。见我坐在椅子上，立刻3步并作2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小狐邪全族拜剑上仙。起来吧，今晚叫你们来，一是为了思明，二是为了传法。弟子太感动了。4只狐狸一听，激动的连连磕头，尤其是老狐狸黄石，眼泪哗哗直流。这么多年终于被认同了，我安慰了几句，又给他们灌了点心灵鸡汤，把这几只狐狸感动得一塌糊涂。黄石，你是公狐狸？弟子习惯了这副老太婆模样，出门办事也方便。那好，以后你就叫白风，阿甲叫白云，阿乙叫白羽，阿炳叫白雷。既然跟了我，就要走正道，别再干头鸡摸狗的。是。接下来是传法环节，我问起白风这一脉的传承，果然是东拼西凑的野路子。我直接把他们那一套驳杂的功法批得一文不值，然后传了一套正宗的神仙之道，教他们如何立庙结社，积功累德。白风，你可愿意做仙堂的护法仙家，共同修行？弟子愿意，弟子愿意。白风连连点头，这可是抱大腿的好机会，他哪敢拒绝？于是当着我的面，一人一壶结下了契约。临走前，我把白风叫到一边，低声吩咐：那个吊死鬼跟着你们混进来了，你去给我查查他的底细，我要瓮中捉鳖。胡金想说话，我摆手示意他别出声，让他们从后门离开。狐狸们走了，我又让盛长路用锅底灰在后门画了条线，念了遍咒。这下好了，那鬼想跑也跑不掉了。这时头顶的赤羽急得直叫啾啾啾。赤羽，跟着我混，早日学会说人话，我就收你当记名弟子。赤羽一听有了霸气名字，得意洋洋地飞走。夜深了，此时将至，院子里的温度骤降，阴风四起，草叶上结了一层白霜。我缩在被子里冷笑一声，这恶鬼倒是自带空调效果，夏天用正好。阴风在屋子里盘旋，似乎在寻找目标。突然喵呜一声凄厉的猫叫，接着便是什么东西打碎了一般乒乓作响。我白日布了一个简单的风水阵法，于鬼而言，流动的气就像是河流，挡去了前路；稳重凝实的气又像是山岳，这些山岳河流又组合成了一座迷宫。这鬼东西被我困在了鬼打墙里。屋外的怪声停了，死一般寂静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突然耳边响起若有若无的呓语：你在哪儿？我要找到你了。嘶哑而阴森，脚步声沉重的逼近，一步步踩在我的心头。这是典型的攻心术。哼，想吓破我的胆没门。我抬头看了看门上挂的山水画，那是爷爷当8品官时别人送的靠山图，我又在上面加了道泰山符。想推开这座山，进门做梦。床头我也用草绳系了灵结，做成了弹场结界。只要我不开门，这鬼就算把房顶掀了也进不来。嘎吱门外传来推门声，但门纹丝不动，嘎吱嘎吱，那鬼推不开门，透过门缝死死盯着里面，嘴里吹出一股阴气，瞬间让空气凝结成霜。但他的视角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仿佛隐身了一样。不在里面吗？那就换个地方。鬼话连篇，我才不会上当开门查看。果然一个时辰后，那黑影又悄悄游荡回来，见真的没动静，这才彻底离开，转头去了偏房，那里住着丫鬟婆子，正是欺软怕硬的好去处。婆子们鼾声如雷，鬼也懒得理，直奔晚秋的房间。此时的晚秋缩在被子里，听着床边老母鸡不安的叫唤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她想起我的警告，死死抓着被角，一动不敢动。突然老母鸡不叫了，晚秋惊恐地感觉到那鸡不再扑腾，而是被一根麻绳吊在了房梁上。在吊死鬼眼里，晚秋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房梁上垂下一根带血的绳套，晚秋像中了邪一样不受控制的起身，一步步走向那根绳子，麻绳勒紧脖子，晚秋拼命挣扎，双脚乱蹬。吊死鬼看着这一幕，心满意足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少女产生的怨气怎么这么少？她嫌弃地看了一眼，没再继续杀人，转身想离开。等明天谢家乱了套，她再慢慢收割。可当她想走时，却发现怎么也出不去了。阴风在院子里呼啸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，整个院子像个铁桶，把她困得死死的。直到公鸡打鸣，天光大亮，这恶鬼才惊慌失措地钻进水井里躲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谢父看着满院狼藉，脸色阴沉。我漱了口，漫不经心地问：晚秋怎么没来？伺候的婆子支支吾吾：晚秋病了，发烧说胡话，说昨晚他的那只鸡吊死在房梁上。我心里有数，那是老母鸡替晚秋挡了一劫。喝完粥，我走出房门，见谢父正在安抚下人。风大吹掉了瓦片，没什么大事，赶紧收拾收拾。盛长路顶着黑眼圈凑过来，一脸询问。我转头对谢父说：爹，趁着修缮房子，不如来个大扫除，去晦气。不仅要去晦气，还得舂米。儿啊，我打算给你说门亲事。爹，这事不急，我死而复生这事还没查清楚，我总觉得有人害我。我盯着父母的眼睛。我病倒期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？哪有什么奇怪的人？你别多想。长路，你先回去，把堂口立起来。赶紧踏入修行。盛长路点头离去，谢家上下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扫除。我趁机观察起家里的风水布局，整体的格局对称工整，主次分别，青砖黛瓦，风水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毕竟当初谢家爷爷经商，而且后面捐了8品散官，留下了100亩良田基业，能住这么大的屋子，必然是请来了专业的人营造设计。但风水轮流转，家运不旺，3代单传，原身谢无咎的横死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指挥着仆人挪动家具，打扫卫生，用9功法重新布局，改变了宅子的形气走向。大扫除清理出不少货来，连带一个破碗都被我扔了。家宅风水讲究干净，采光通风完整顺心。我顺势布下4灵局，汇聚生气，并把西北角前卫的厢房当成了自己的卧室。前卫聚阳，正好帮我疗养身体，还能借家运修行。清扫一直持续到50、53刻，阳极生。
声音，一阵阴风平地而起，打水的婆子被风一吹，打了个喷嚏，阳气一弱，眼一花，惊叫起来：“井里有个死人！”他手一松，木桶掉回井里。谢老爷闻声赶来：“大白天哪来的鬼？”我走上前，拍拍婆子的肩膀，安抚住她，让人拿来铜镜往井里照。井水清澈，只有几条翻着肚皮的金鱼。婆子松了口气，看错了，直呼看错了。我笑了笑，在我眼里，那吊死鬼正躲在井底，抓着那些鱼装死。这鬼被我困在宅子里，慌不择路躲进了井中。这口井位于坎位，是聚阴之地，正好用来布阵。我果断去谢父书房顺走了那个铜鱼阵纸，又去谢母佛堂借来了观音手里的净瓶。红鱼阵在井沿，葫芦收邪，净庭化煞，红鱼镇压。那吊死鬼的阴煞之气被转化为生气，反而成了驱动风水局的动力。顿时阴风消散，整个宅子变得明亮宽敞，空气中透着一股春暖花开的气息。谢父虽然不懂风水，但也感觉到了变化，试探道：“儿啊，你这本事哪儿学的？大病一场，突然就开窍了。”我随口胡诌，谢父没再深究，只是叮嘱我好好温书，准备明年的县试。我点头应下，考取功名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黄昏时分，我喝完肉粥开始看书，井底的吊死鬼按捺不住了，一根湿漉漉的麻绳像蛇一样探出井沿，铜鱼阵纸金光一闪，化作一条惊红大鲤鱼，一尾巴将麻绳甩了回去。吊死鬼不甘心释放煞气对抗，却反而激活了风水局。屋顶的葫芦在他眼里变成了巍峨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他只能缩回井底，另寻出路。顺着水渠，他摸到了镇屋前堂，这里是家宅核心，供奉着祖先。吊死鬼从堂中水池中显露身形，一根麻绳就要攀起来，但下一刻便触发了风水阵法的开关一般，四只石龟开始吸气，将它摄住。龟鬼龟三字同音也，龟长寿安宁之意，阳寿接水，一时接福寿康禄水。祭祀水龟堂风水格局的本意，便是接来天赐的福气，长寿财运官运。现在多了净瓶在北方的乌龟的口中，北方的乌龟就是玄武，净瓶又是出水之气，观音曾用来装下四海之水，唯有一只巨鳌能将其托起，属于是佛道联手，顿时便将这吊死鬼散发的阴煞寒霜给吸摄起来。这吊死鬼大骇，想要冲撞出去，四龟成阵，仿佛有个透明的结界，怎么都冲撞不开。正无功自行，前前后坤，去交泰之意，聚集了整个宅院的气，气动如河，不动则如山岳。这吊死鬼想走都走不了，想要退回那暗沟都不行。吊死鬼煞的煞气正在源源不断被化解，转为死水龟堂阵法的生气之气。这些生气顺着风水流动，最终聚集于前位。此刻我的房间感受房屋内聚集的生气，有万物勃发之喜悦，当即开始尝试修复五脏生气，用的正是道家正宗导引吐纳之术的上乘养生法龟息法。龟息法是睡功的一种，修持此法乃是模仿乌龟冬眠，故而无需打坐，只要侧卧，保持心神二气相交便可。如此呼吸平缓，长吸长吐，似睡非睡，养精存神。此外，龟息法因笃静，故而十分适合感应气息，唯有感应到体内气息，才能壮大培育，慢慢搬运，借助风水格局加速恢复身体。呼吸，我很快掌握诀窍，脑中空空，唯有感受呼吸，感受气气在体内流动循环，能听到心跳脏器蠕动的声音。生气滋养五脏，虽似睡非睡，但其实和直接进入深度睡眠没有什么两样。五脏排毒，受损的身体机能自我修复，大脑休息。我助养生气之时，另外一边的圣家却是鸡飞狗跳。圣长禄听从我之言，要在僻静之所设立一处堂口，用来供养狐仙。但圣家哪里都进进出出有人，并没有僻静之所。于是圣长禄就想着要单独买一栋屋子。这买屋子不是小钱，要支取上百两银子，这就惊动了圣母。圣母别的不管，却生怕这个儿子去嫖赌。得知了消息后，第一时间就带着健壮的婆子把圣长禄扣押在家，哪里也不准去。这圣胖子趁着人没注意就翻墙要跑，结果崴了脚，疼得哇哇大叫，这又给拉回了屋。圣长禄忍不住就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跟圣夫人说：“我要去买一栋屋宅，安心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。”圣母把这嘎娃子奶大，哪里不清楚这家伙是读不进半点书的，怎么会信他？反而脑补了一出脏交的戏码，就更不肯将钱给他，也不肯放他出去。知道只等你，老子回来收拾你！圣长禄只得叹息哑火，神情奄奄。铁山见圣长禄脚崴了，便给他揉脚。活血化瘀一边道：“少爷，你这是想干啥？为啥非得买一间屋子？”圣长禄一脸痛心疾首：“我这是得了仙家缘分，要找个僻静的地方供奉呢。只可惜我娘那个小妇人不懂，将我拦在家里。这要是弄不成，我的仙缘就错过了。”铁山听闻也不问是个什么仙缘，琢磨一会儿开口道：“要不用我老家那屋子吧？我爹死后，那变成了空屋，我又到您家来干活来了。因缘巧合，那正好是个乡下土房子，位置偏僻，只是久没人住，我又没怎么回去过。只怕都长草了。盛长路听闻，眼睛放光道：“好铁山，还是你好，就是要偏僻没人住才好。”两人费了些技巧，又跑了出来，往着铁山老家去。铁山家的屋子在牛家集一个逼仄的角落，后面是一座小山，出门又有一棵大树挡着。因为这棵大树挡着，门院便是斜的，这在风水上是大忌讳。所谓邪门歪道就是这个意思。后面的山也并非靠山，万一下暴雨便会冲刷屋子根基。与风水上来说，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建造阳宅，甚至不适合建造阴宅。而且后山遮住了光，前门又有大树挡住了光，挡住了路，便更是不妥。一进此处
出来，盛长路都感觉一股哆嗦，阴阴凉凉的，里面小院子也是潮湿的很，长着蕨类。铁山踩出一条道来，打开门锁，就更有一股风从里面往外吹了，也是阴阴凉凉的。那里倒还干爽，就是没怎么打扫，有股灰尘和发霉的味道。盛长路踮着脚进来看，里面没什么光，幽幽暗暗的，只有小桌板凳。进来仔细看了看，穿过堂屋，便到了后院。后院直接贴着山体，挖空了一小部分地方，简易搭建的棚子就是厨房，旁边还堆积着柴火。一块荒废的小菜园则在屋子的侧面，确实够偏僻幽静的。铁山啧啧道：“我爹勤快，捡了没人要的一块地建的屋。我娘死得早，他一个人把我拉扯，结果也累死了。”铁山道：“我爹死前带着我去求老爷，老爷心善，将我留下了。田也分了，就这屋子，老爷出面做主留了下来，说等我以后娶媳妇用。”铁山，原来你这么惨，你倒是像画本里的那些主角了。铁山，以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你小子跟着我混，差不了的。盛长路感触到，随即两人便开始收拾布置起来。吃饭的桌子摆到堂前，盖上红布，墙上直接挂空白画轴。按照我说的最上写上法主爷谢师公之位，下面写下白风，白风下面又写着白云、白雨、白雷。接着就是给仙谱为业开光，要请来狐仙心灵念头，要给香炉开光，这些我都有教导。盛长路一步步做，又是插香拜四方请四灵，又是安告土地爷，又是安告普天诸灵。等将仪式都完成后，盛长路也不知道做成功了没成功，只是依然按照吩咐，在离开的时候，云门上用一块红纸写着：某年某月某日，弟子盛长路请狐仙入此堂口，此地一因神煞，非请勿入，当做了封条。这是怕布置了堂口，结果被别的什么东西抢占了去。做完这个，二人才离开了这里。而盛长路做法之后，老歪脖子树下，白风立即就有了感应，他欢喜十分，抓耳挠腮，原地跳起了古怪的舞蹈，吩咐道：“孩儿们，收拾好家当，今晚我们就搬家了。”不再住着骚烘烘、臭气腥腥的破落地了。狐狸听闻问道：“那人屋在哪儿？多大？够住不？”白风回不上来，直道：“我先去探探地，看看环境怎么样。”回头告诉你们。于是化作黑衣婆婆，顺着指引来到了铁山的老宅。见着此宅靠着山体，便十分满意，真不错。孩儿们还能到山上玩耍。走近一观，门前一棵大树更是符合心意。之前我们种那老歪脖子树，这里也有一棵大树，大树能聚灵气，也能给我们小妖有个遮蔽，还能聚集乌鸦喜鹊在这里搭巢，真是不错。又见着红字封条，读了2遍上面的字，确定是请自己入住的，这才笑呵呵露出狐狸牙来，将其撕了下来，折叠做了请帖凭证。进入院子一看，虽然荒草极多，但这对狐狸来说不是缺点，反而是优点。跨过院子进入堂屋，虽然幽幽暗暗，可还是能一眼看见那张仙谱。于是白风恭敬跪拜磕头上香，弟子白风拜见法主谢师公。磕头之后，这才分出一团念头，附着在了谱牒上写着的白风2个字上。这念头进入其中，视角便开始转变。原来这屋子布置了供桌香炉，已经算是一处法界道场。这神谱便是成了一道进入法界道场门户。神谱法界之中，那法主谢师公之位犹如一颗太阳，照耀着这处空间，隐隐可以感应到，似乎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庙宇。只是这处空间也不大，约莫有这处无宅大，却可随念而动，显化出满是草的庭院。又一念各种家具全都出现，只是精神疲惫的厉害。白风又玩了一会儿，才恍惚认出来这处空间是个什么去处。我可以借助这张仙谱进入这处房屋院子的法界所在，这是类似于人死后的阴宅，不对，这是道场，或者说洞府。那么从法界出门看是什么呢？白风推开法界之中庭院的门户，刹那间就有一股阴风吹来，将他吹得面上生疼。外面灰蒙蒙，惨淡淡一株黑漆漆的老树，有10数人环抱粗，挡住了去路。树冠连绵数里地，好似一把大伞。后山更是黑森森，绵延着鬼窟里。白风还想出去，却发现不远处忽然冒出了一双双暗红的眼睛，散发着恶意觊觎，盯着这忽然打开的门户。更和白风的眼睛对视上，似乎眨眼的功夫就靠近。这些眼睛的主人便好像瞬移了一般，步步紧逼靠近。白风吓了一跳，退回门内，合上门栓。刹那间，在那诡异的视角，门户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。外面竟然也是法界，白风也是有传承的。从前听闻过前辈讲述阴神出窍游历法界的情形，就是这么阴惨惨的模样。法界不是阴间，法界只是众生念头构建的认知，是意识的投射。故而人拜神佛，神佛便常居法界之中；人畏惧鬼魔，鬼魔便也会在法界滋生。而一些执念怨念在法界之中，就会变形成法界生灵，在法界修行。时间观念会和外界不同，毕竟念头的速度是很快的。比如看一本书，在阳世有肉身束缚，一页一页看还不一定记住，在法界中只需要一扫就能全部记住。如果念头凝实，回归肉身也不会忘记。白风意识到我所传神仙法的珍贵之处，看来经过布置之后，这处屋子便会在法界之中形成庇护，好似神奇的庙宇道场，大妖的修行洞府。对我而言，不仅是一处庇护之所，可以非请勿入，还可供我安心在法界之中增长智慧，修炼道行。白风心情激动，一时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只心中默默发誓要为我忠心不二。又在法界狐仙堂院之中欣赏了一回，白风这才离开了去，回到乱葬岗旁老歪脖子树下，跟着众狐狸说了这个好消息。那处地方是个神仙洞府一般的居所，众狐狸在歪脖子树下仰着脑袋
袋听白风描述，已经狠狠开始期待了，一个个的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都是一些破烂衣裳、帽子。狐狸们经常会穿人的衣裳、人的帽子，然后问同伴：“你看我像人吗？”然后装模作样立起来学人走路，要么就还有一些铜钱、认字的书，小孩不要的、已经损坏的玩具弹珠，狐狸都舍不得，一个一个打包要带走。等着夜里，4只成精的狐狸化作人形，前面2个，后面2个背着包袱，中间是一些没有成精的大狐狸、小狐狸，约莫7、8只排成列列成队，就这么从老歪脖子树处搬走了。虽说老歪脖子树下狐狸洞很是一般，可白云还是舍不得，又费尽辛苦找来一块石头堵住，想着以后万一还有回来的时候，白风呵斥道：“你堵住了门，将来有同族想要住进来怎么办？留一份情分吧。”最终只办遮掩了洞口，往着盛长路在铁山家设下的狐仙堂口而去。白风手拿着红纸贴开道，竟然没有狗来吠叫，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到了村子角落的这处僻静屋子。众狐狸也没有住过人住的屋子，一进来就撒泼打滚。白风则教导白云他们给法主谢师公磕头，将念头附着在狐仙堂谱的名字上。于是成精的小狐狸们也进入了法界之中，被其中念动则生发万物的奇异之景惊呆了。这是个什么去处？果然是仙家洞府。于是你变出一花来，他变出一草来，只是他们念头不具体，变出来的东西也不能持久，不像皇师得了点化，已经将近100年道行，智慧通达许多，不亚于一个寻常人类。白风制止他们继续玩闹，开口立下规矩：我们有今日的造化，全靠谢氏。但你们不准在外胡说八道，泄露这些，尤其是野狐狸一类同族。若是惹上麻烦来，别等谢氏开口，我自己就穿了你们的脖子，生剥了你们的皮。白云、白雷、白羽3个狐狸被吓得一激灵，连连点头。狐狸最惨烈的酷刑就是剥皮了，狐皮值钱，尤其是活剥下来的狐皮更加值钱。此前他们便有不成气候的同族被猎人抓到，第一时间都不是杀死，都是活着带回家。成了精的狐狸跟上前想要营救，结果只能看见狐狸被铁钩穿住脖子，挂在架子上，然后活生生的剥下一整张皮来。甚至狐狸还没死，若不给个痛快，甚至能在风中惨叫半个时辰。就算直接疼死过去，没皮的肉也是一抽一抽的。看见此幕的狐狸们既害怕也无能为力。猎人身边养着7、8条赶山犬，而且他们也不怕狐狸精的法术，他们自己也有赶山术，专克山中精美。白风拿这个恐吓他们，已经是最为厉害的威胁了。见他们吓得打抖，白风又缓和了语气：白日里就我们几个可以幻化人形出门，但你们3个道行不够，容易被狗闻出味道来，咬你一口，只怕要显出真心，所以就尽量少出去。没事儿就把后院的菜园子整整，以后还能赶早集卖菜。后山的情况也要摸清楚。来，没成精的晚辈就安置到后山安全的洞府中，不要跟我们住一起。最重要一点便是，万万不可推开法界之中门户到外面去。我们实力尚浅，外面危险极多，我们必须确保庭院安全，不能让任何意外发生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务必守护好这里，绝不能疏忽。自白风念头进入普蝶之中的道场空间后，便发现自家有一条丝线和盛长路相连，这正代表盛长路是他的背童。通过这条丝线，白风便隔空施展入梦法，给盛长路托梦，借给法力神通，甚至直接念头附体。盛长路正在睡觉，梦中他已经和一头老妖斗起来。老妖，我捅你刀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我捅你心肝。我白刀子进，绿刀子出，我捅你苦胆。我白刀子进，黄刀子出，我捅你屎吧。正斗得起劲，忽然老妖消散，一条巨大的狐狸出现。这狐狸浑身赤红毛色，眉心一缕金色，表情慈祥和睦，带着一种神性的美感。盛公子，我便是昨夜和你相聚的狐精，特谢向立下堂口供奉我族。今往后会尽心为您办事，共参大道。盛长路当即清明起来。好说好说，我拜了谢大哥为师，谢大哥说你是他做下护法，我们自是一路。白风笑笑说起来这样最好不过，那小狐便尊你一声师兄如何？这不好吧？盛长路又是他的弟嘛，对我应该自称弟子。白风随后道：不论这些，我们朋友相处便可。盛公子，我现在跟你讲解一二如何借用我的法力法术。若需借我之法力，您只需要在眉心点一团火纹，手捧一炷香，默念我明辉3遍即可。你身体太差，只能借来我苦修1年的法力，能施展1、2门法术便会枯竭。至于法术，我共有5种力可以借用：一噬去鬼法，能驱使孤魂野鬼，却驱不得恶鬼。此法能解决一般的中邪之事，就算驱散不得恶鬼，却也能和其沟通交流。二是障眼法，障眼法乃是幻术，是一叶障目的小法术，并非真的能把东西藏起来，隐身看不见，只能对付普通凡人。三是驱病咒，这法门能够治疗一些小毛病，但最好做以医药一起生效。我用的最多是用来给小辈止疼止血。四是不是法，只能做一些基础的占卜。我能凭借自然对危险的预警判定及时凶，
但不一定准确。武士迷情法，此法能控制人心，可一旦被迫，便有一些反噬。切记不可用于邪徒，这5门法术，你只要默念戒法，便可选择施展。至于附体，谢氏不准我随意附体，对你身体伤害太大，若有万分紧急，只需说一声狐仙救我，我便可附身于你。说罢，那巨大狐狸便朝远处而去，渐渐变小，直到消失不见。清晨起来，我精气神十足，一是归西法入门顺利，二是风水阵法很有作用，生气聚集，滋补不亚于完整的吃了一只老母鸡。漱口之后，我将肉粥喝了2碗，笑着问晚秋：“你千万别吓到了。”昨夜可睡得香？昨晚不知道为啥，上半夜还有些不安，后面迷迷糊糊，反而睡得舒服。清早起来好惬意哦。我把婆子的房间跟你隔开了一间，自然惊现。你往后只需照顾我一个人，其他人来叫你帮忙，可以不必影响。多谢少爷。羔羊买来了吗？少爷跟太太说了，太太今天请了白大夫来，要等白大夫给少爷诊了埋后再说。毕竟一只羔羊价格不算便宜，不比一只鸡一只鸭，养大了吃肉还有20-30斤，小羊羔就只有10斤左右。我点点头，白大夫一早就来看脉，摸了我的脉象，确实齐了。公子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倒像是已经休养了10几天似的。之前看细若游丝，如今虽然埋缓无力，但已经不算细弱，且十分平稳。是老人脉，比之从前好多了。谢夫人又将我开的羊肉汤的药膳方子给大夫看，这方子开得如何？大夫皱眉：怎么叫我来看别人的方子？千人千医，各自门派不同，理论不一，我怎么看嘛？但见不是药方，而是一张膳方，顿时就瞪大了眼睛。此法甚妙，温补气血，扶正阳气，固精壮元，是非富贵人家用不起。倒像是什么大户人家流传出来的。我儿能用吗？自然可以，甚至老爷夫人也可以时常服用。不过等着天气热了就不行了。天寒时滋补最佳。当然，公子身体虚弱，夏日时体寒如冰，自然也是可以服用滋补的。你敢问此方何来？我可否朝堂下来？回去仔细研习。朝吧，偶然从古书里看到的。若是能用来救人，才不枉他出师一遭。大夫又问：不知是何古书，能不能借鉴一番？我笑而不语。大夫明白意思，沉默就是拒绝，没必要挑明。倒是我唐突了，等过几日再来给公子诊脉。大夫对我的病情还算上心，谢夫人又将他送了出去，问询道：大夫，您之前看出了什么？能不能仔细跟我说说？为啥要我们去请到人和尚来看看？白大夫却闭口不言，摇摇头道：有些事情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和尚道士之中多奇人异事，或许有些渺茫希望，并没有其他意思，夫人不要多心。随即便告辞离开了。我看完脉后，便去了正无名堂，查看风水变化。抬头见天井，那葫芦上已经站着好些鸟雀了。这是生灵天然、喜爱生气浓郁的地方，在这里受熏陶呢。而堂中之水也自主流动起来，成了活水。这一道怨毒目光在里面被风水阵法射住，源源不断化去煞气，转化为生机去。我算出有一遭劫难，可这阴土煞虽煞气逼人，却灵质不高，被我化煞为用，反滋养出生机之气，说明正主并没有到场，我的劫难也没有被化解。我此劫最主要的变数便是元神魂魄，还有那个掀开自己棺材盖的道人。仅这一个怎么叫群阴呢？赤羽已经被派遣出去打探消息，但狐狸精们和盛长路也不能闲着，需要尽快提升实力。我离开此处，进入了谢父的书房。谢父正在里面看文章，见着我来了，透出一股欣慰。也别太累了，该休息就休息。我为了了解世界观，就必须要多看书，要不然一些历史知识对不上就麻烦了。没事看看书也打发时光，总不可能一天到晚躺着。说罢便拿起一本大宁本经通义就看了起来。神魂强大的好处便是过目不忘，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血压高，一旦用脑过度，就会有太阳穴鼓鼓的，一跳一跳的，人也容易眩晕，因过目不忘。我翻书的速度很快，这惹起谢父注意，见我不到半刻钟，翻完一本书后便将书放了回去，又抽出另外一本书。他便心中嘀咕，不是找这本书看，怎么还偏偏每页都翻？一目十行也没有这样的快。我拿的第二本书是古今文章选集，其中先秦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大楚朝历后就有许多不认识作者不认识的文章了，不过不要紧，一并塞进脑子里再说。扫描流荡一般的看过后，我又将第二本书又放回去，拿起第三本书。普通读书人家根本没有史书，我并不能从谢父的藏书中准确了解历史，毕竟只有极为富贵之家才能读得其史。如果非要学史，便只能前往藏书丰富之家去借阅，又或者拜访名师来讲史。谢父早年最兴功名，这里大多是一些做文章的讲义书，也就是所谓的辅导书，完全是为了上岸。具体历史如何，他不大知晓，概念模糊。先秦以来又有哪些名家文章，他也没读过，我也没得选，便打开了这第三本《继太元年清安府举子文章选》，却听到谢父道：你好高务远，看这些举人文章做什么？翻书翻得这么快，看进去多少？难道是因为我在前面说了你一句，你便在我面前做模样？我却头也不抬，看过了，自然就是看进去了。谢父压住怒火，好大的口气！我问你，何其复利为人，怎么破题？我微微一笑，脑海里已经开始检索了，不需化用，
只需照搬，开口便是。外见其理，乃人之至也。不可及者，非止绝欲尽情，只为一丝欲而显公义。这题目中规中矩，但议题很大，直接问的就是人。但我之前看了自己房间里前身的那些书，刚刚又看了谢夫的辅导书2、3本，加上前世也活了100多岁，多少也看过一些儒家经典，如今一并化用了出来，只能说装的时候到了。我知晓谢夫对自己存有疑虑，但如果自己可以完成他的夙愿，考上功名，或者望父成龙，帮助他考上功名，便会一律尽孝，因为这是确确实实的好处。这功名也是他谢家族谱上的荣耀。当然，我也可以抛弃此家，浪迹天涯，独身修行，但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且若于心有愧的话，又是一个因果在这里。谢夫听着我回答，语气便柔和起来。不错，虽不算大有长进，却也没有忘记所学。考个秀才应该是稳了，不过也不能早，少卖弄聪明，踏实一些才能走得远些。你从小便有读书的天分，那就要把这份天分发挥出来，更加的努力才行，否则空耗财气，就再难有成就了。我房间里还有一个箱子，是请人从京城找来的进士文章和策论，虽是3年前开恩课时候的题目，不再时兴了。单看文不看皮肉，只看骨架，也是够你揣摩许久的。你既喜欢看，明日一并拿给你看看。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唠叨教训，可能是看到了前世好为人师的自己。不过没想到一个秀才家竟然还有进士文章收藏，这倒是意外惊喜了。看来这个世界的印刷业应该已经比较发达了，又少了一样赚钱的技术。我本身并不醉心功名，考个举人了事也是为了身份及名业。举人的身份可以更好的辅助自己修道，而且举人一般还做不到官，除非主动去捐。有了这个身份，在县城之地横着走是没有问题，只要不强行和官府对着干，一些不大不小的愿望，只要开了口，就立马有人给你办好。举人还能铺设各种产业，这是秀才做不到的。我修道钱如流水，是已经可以预料得到。无论自己考到了功名，还是帮助谢父考上功名，都足够支持修道初期的消耗了。无论怎么说，考上功名，这都是一本万利的投资。我见谢父教诲的话有些停不下的样子，于是看完这本书后，将他打断道：“爹，我们家除了良田百亩收租以外，还有什么进项吗？还放了些贷。”谢父被打断有些愣，他还想长篇论证小时了了。